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3个人要来聊聊猫。我们3个都是猫主人，然后纯玲，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猫？咪咪介绍一下你的猫，最后我会介绍我的猫。介绍的话，他就直接这样就介绍好可爱，好可爱！我的猫它几岁呢？他应该7岁了吧？它好苗条，好羡慕哦。它是一只天使猫，脾气非常的好。这个个性就是我梦想中的，就是那种跟你一样吗？它是属于叫得来，像狗狗一样的个性，就是叫得来，然后可以撸，可以吸，然后呢，就是会愿意陪我一起睡觉的那一种猫咪，就觉得说哇，这就是我想要的。但是又不会像狗狗那么黏人，你知道，就是小狗的话，就是很好很热情，可是我觉得太黏人了，所以猫咪就刚刚好的距离。那阿咪呢？你的猫咪嘞？今天我的猫不在，所以猫不在家。OK， 好，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集，是因为我前阵子就一直跟纯玲说，我的猫跟我会说话了。其实如果我以前啊，如果我安静下来是可以跟宠物沟通。当然，我要录这一集之前，我也想说，我希望不要被大家找去宠物沟通，因为毕竟它不是我最上手的。那我今天其实是想要介绍我的猫猫，因为这几天它半夜会吼我，然后我就会醒来，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聊聊这个话题。你知道整个事情怎么发生？自从他结扎以后，他现在才1岁。其实他来我们家的生命，从他2个月我就把他收养到家里。他的名字叫咖啡脆片，但是其实我都叫他猫猫。他很可爱，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养猫，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惊喜，也是礼物。然后呢，他结扎以后，医生就一直千交代万交代说，小心他会变胖。咪咪也曾经跟我讲说，小心他会变胖。我想说，猫猫应该会像我们都很苗条吧？我家的猫怎么可能变胖呢？结果结扎不到几个月，它就胖了4公斤。它现在已经6点多，但快7公斤了。那医生那时候就说，其实这样对它的身体是不好，心血管各方面，还有它运动量又不多，每天在家，它不是户外猫。有一天我就觉得不行，就是我要帮它节食，所以我就照医生给我的就是食物干粮跟湿粮的那个重量跟配方。那晚上呢，它最后一餐是5点以后，最后一餐5点以后到隔天的7点。它就没有任何食物，不像以前，就是偶尔还可以吃个小零食这样。那一天早上呢，它为什么吼我？因为我们冬令有节约1个小时，所以时间调慢1个小时。可是它的时间是很准确的，猫咪很特别，它那个时间都准的。所以我在5、6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在咬我？而且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声音：“坏妈妈！起来，你这个坏妈妈！”然后我就起来，我就看着他。那当然，我的直觉就是说，你肚子饿了，对不对？他就，而且更妙的是，你知道他的世界里是怎么想？我不知道是我的猫还是所有的猫，我真的还没有触及。待会如果 CD 高龄在，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我就这样在周围晚上这样工作1个晚上，我总要东西吃吧。然后我就问他工作，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吗？你知道猫猫为什么有人不是说猫猫睡在我们的脚边，是因为它想要守护保护我们？它真的觉得它的工作就是在看守我们哎，所以好有趣。对，我的猫觉得它是我的守护者，所以它觉得它这样守护我其实是要费心力的，所以我怎么可以晚上不给它吃东西？然后就这什么东西？还有我暑假回去1个月，所以我把它放在别人的家，然后它就开始积怨，它情绪就不一样了。那我那天就跟他沟通，我就跟他说，因为纯玲就跟我说，你要跟他沟通，用心电感应、意念告诉他，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然后我就闭上眼睛跟他对焦，我就说，
你知道你的身体要顾，因为以后如果你太胖，你就会有心血管疾病，然后你就会身体就是生病了。你知道怎么回答我？你们猜？你知道怎么回答我？你们猜？他不是一字一字告诉我，你可以感觉，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文字，可是你可以感觉他要讲什么，你就啪一个意念，他就让我看到他小小一只。我这么大一只，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一整天都在吃，然后我这么大，可是我没事，可是他这么小，所以他告诉我，我是全家最小只的，你为什么可以？你也没有生病，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它的结构跟我结构跟我们人的结构，像我们人就有点像妈妈，就你这样太胖以后会生病，毛毛。可是他认为。你一整天吃一整天都是你们在吃，可是我永远都这么小只，我怎么会过重？我怎么会生病？然后他不懂，结果你知道我怎么说服到他？我还在观察，我就跟他说，你知道，我就跟他说，我们不一样，我是人会走路，然后我就跟他说，首先你不用工作，你不用读书，你不用上学，你又不会帮我做家事，你几乎天天就懒在那里走来走去，所以首先你必须要消耗你能量，你不能吃这么多。我就跟他说，身体痛，你生病了会要去医院，你不是最不喜欢去医院吗？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会痛，然后我就传了一个意念给他，我说就像你尾巴被踩到。然后一直痛，而不是一下下的痛，所以你就感觉他就看着你。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懂不懂了，因为在整个对话过程，其实我觉得他眼神还是那种四处张望，我都觉得我在自问自答，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讲猫？然后我也待会 CD 高里也会分享猫的世界。猫有几个脉轮？猫有没有灵魂？猫是怎么沟通的？那请问猫跟狗是一样的吗？这就要问讯息。我先把讯息传给，我们就直接问问题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哦，不是 CD 高龄，今天来的是守护动物界的指导灵们的其中一员。哦，这是我第一次见面哦。你们好，在无形的空间，你们相信我是看顾这些动物在还没有成为动物之前的灵魂吗？你们相信动物也有灵魂吗？那今天我来这里，我可以提供你们的问题，回复你们。他说：“你们问问题啊。”我想问说，猫猫跟狗狗是一样的吗？你指的是哪一方面一样呢？比如说像刚刚有讲到猫有几个脉轮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这种。今天也许我可以稍微提一下狗狗。狗狗也有灵魂，但是狗狗的灵魂它是非常聚焦在与它们的第三眼连接。那狗有3个脉轮，猫有4个脉轮。我想问说，它是守护这个动物的灵魂，对不对？然后一个问题是他们跟人之间是不是因为缘分而来的？比如说你会养了这只猫，然后可以跟它相处，对不对？有时候那种东西你会觉得是不是其实也是跟人一样有一种缘分这样子？除了缘分以外，你知道动物是挑主人的吗？哦，真的吗？你们是不是认为动物的灵魂一定比人类的灵魂尚未进化？相较之下，但是你知道在动物界里面，动物是可以挑主人的。他们可以挑主人的时候，我在想，有一些人一定会想问说，那为什么有一些动物感觉它如果万一它没有遇到很好的主人，感觉很可怜，那它为什么会替自己挑了一个这样子的主人？这样，因为灵魂想要帮助这个人，
动物在灵界里，它代表的都是一个中心跟陪伴的角色。它们不需要像你们在聊显化、梦想、实践，成为优秀的人。猫咪只要身心健康、吃得饱、穿得暖，开开心心的变成宠物，或者是在它的生命里，它每天活在当下的去陪伴这个家。所以你有想过，有80%的动物是成愿想要来照顾主人的。所以你的猫咪它想要守护你，它生气是正常的，因为在它的心里，你是 baby， 它才是主人。好可可爱。爱的。那他刚刚讲到猫跟狗的脉轮不同嘛，那人的7个脉轮，每一个脉轮都有对应到，就是比如说第3脉轮可能对应到情绪啊，第4脉轮是对应到心啊。那猫跟狗它的3个跟4个脉轮分别是什么？以他们的角度看出来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今天要不然就是聚焦在猫咪，因为如果要提到狗，我们就直接分享猫咪本身。猫咪的灵魂基本上，它会选择它的主人去住在这个身体里，是因为猫咪天生有一个很温驯跟贴心的部分。当然有很孤僻的猫咪，其实很孤僻的猫咪，你感觉它是冷眼旁观它的主人，但事实上它是在守护它的主人，只是它用观察的方式。我举例说，我们远远有时候看到猫，它会用很慢的速度跟我们眨眼。当然我知道阿莎曾经跟我说过，那代表是友善，但其实你知道猫要跟你讲什么？它是要告诉你，我在守护你，我在看你，我在观察你。所以猫咪在冷眼旁观的时候，其实它就像是一个你们所谓的猫星人，它其实是在看怎么样可以去看着你，让你好好的走过去。当然你会说，那猫有神的力量可以帮助人疗愈吗？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当你拥抱着可爱的猫，或者猫咪看着你，你之所以想要拥有它，让它住在家里的时候，是因为它非常可爱。当然有时候你脾气暴躁的时候，你会虐待猫咪，这个东西的确我要替这些动物说说话。这些动物当初选择你的时候，它也知道你的习气、人格、脾气，但是它也想要告诉你，难道我的可爱不能融化你吗？难道我的纯真，难道我的无私不能拯救你吗？所以有时候动物比你们想象更庞大，因为它们是带着哇，人类好辛苦。关于猫咪的4个脉轮里面，我必须跟你们透露一个，你们一定会很想知道，我如何跟猫咪心电感应，或者在心电感应之前，我如何跟猫咪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当你一直摸它的时候，它会将它的所有内心都交给你吗？在哪？你们可以想象吗？在它的鼻头跟这有一个中间点，就鼻梁的位置，你一直摸它，它整条都是它的第3眼，它的第3眼就会让它。猫咪不喝孟婆汤，人们喝孟婆汤，人们忘记所有灵界的故事，猫咪没有忘记。所以当你这样摸的时候，猫咪的心电感应就会一直告诉你，何谓是爱，何谓是守护，何谓是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希望跟猫咪更亲近的，或者想安抚它，就摸它这里。当然我知道你们总是喜欢抱着它说，我好爱你，你知道吗？你爱我吗？你知道猫咪它没有爱这个字，猫咪没有情绪这个字。猫咪有情绪，但是猫咪的情绪是非常单一的，就是有没有，有没有，要不要，它没有这么复杂的情绪。所以你在说我爱你，你爱我，对它来说你在说废话，因为我就是在这里，我不是说好要守护你，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么笨的问题呢？所以猫咪会冷眼旁观的看着你，它甚至有时候它为了讨好你，它也许会做出非常娇柔的状态，但事实上猫咪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为什么有4个脉轮？它还有1个脉轮，就是在它的
喉轮。其实喉轮它只要喵喵就好了，但是所有的喵喵里面是简洁利落的。它除了吃喝拉撒，它的叫声里面就是告诉你我在，我在，我在，就这样。它不会去告诉你妈咪你什么时候陪我，不会。因为猫咪就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小家伙，它的喉咙只要喵喵几声，它就在回应你所有你想知道的。只是人们心思太复杂，想要太多。当你复杂的时候，你对应一个小生命永远都在心电感应的状态里，你就显得稍微需要它守护，你稍微弱了点。然后第3脉轮跟第4脉轮，第4脉轮其实还有3、4个脉轮都躲在肚子里，所以它不需要人家摸。你知道第3脉轮是什么？就是它只有太阳神经丛，它没有心轮。它的太阳神经丛是为了什么？它想要连接社群，还有它的情绪是单一的，所以都从太阳神经丛去展现。那它不喜欢别人摸它的肚子跟太阳神经丛，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生存海底轮，就是吃喝拉撒，我就要求生存，我健康，我只要有活力，我只要想这个当下我想要做什么时候，他就做。其实他的思路是很单一的，但是你也会问说，哦，为什么我把它放到别的地方1个月，他会记恨2天就不理我？很正常，因为有太阳神经丛，在他的生命里，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违反规定的。你为什么违反规定？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把它放在身边，我来守护你，你却把我放在别人家里，我觉得我不被尊重，我好生气。但是他看到你，马上守门员或守护神，还有心电感应能力又再度泛滥了。所以不要闹，不要故意去摸他的肚肚，因为这是他2个脉轮里面就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你如果常摸他这里，足以，因为他喜欢被摸摸，他喜欢跟你心电感应。讲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呢？那请问猫的不同的叫声会代表不同的意思吗？比如呢？比如有时候它会，你会感觉它好像很凶，在骂你，喵，然后有时候就是非常撒娇，然后喵。当然有情绪也是可以沟通的，可是他的情绪非常单一，绝对没有戏中戏、戏外戏，就是一个单一。我肚子饿了，喵，或者是咬你，我一直咬，一直咬，要把你咬醒，它是非常单一的，所以它的叫声是不同的。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学习跟它进一步的沟通，你不要一直说话，你要用一个人类跟动物沟通的心电感应。什么样的人可以跟动物有很好的沟通？不要讲到你们的脉轮，我讲到就是你知道，就是放空，看着猫咪，然后你慢慢的就会接收到他想要告诉你的。但坦白讲，他没有哲学思想，他只有当下。比如坏妈妈，我肚子饿了，起来，就这样。然后下一秒钟我要睡觉了，然后再下一秒钟你回来了，喵喵，好喜欢你，就这样，没有别的。所以你只要看着他，甚至摸他的这个部分，然后你放空，不要叽里喳啦一直讲猫咪我怎样怎样怎样，因为在跟猫的世界里，它有强大的就是第3眼，也就是跟猫星人沟通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头脑清空，然后心平气和的接收。比如他现在受困，遇到危险，跑到下水道，让你找不到，你很心急，不要慌张，静下来，你要把自己放空，然后去凝视着猫咪的这个部位或它的双眼，去找寻它，感觉它，你就会成为一个导航。
那这个导航会让它安心，它就会想办法脱困，从下水道出来，或者是给你直觉，你就有办法听到它在叫，或者是你会跟随着这个直觉去到它有可能被找到的地方。那我也要告诉一些猫咪，如果生病了，也许主人们会非常焦虑的觉得我该怎么提供给猫猫最好的帮助。其实在猫星人的世界里，他们的灵魂比人更强大、更自在、更在当下，所以对他们来说，身体的痛苦会是一个状态。但我们很幸运的是，人类的医学里已经有很多可以帮助到动物本身。但是动物呢，会借由一种类似灵魂出体的方式去让自己止痛，所以动物也会有灵魂出体的方式去很快速的使自己的生命不会拖太久。所以猫咪跟人类不同的是，因为人类的七情六欲让身体充满着许多可以选择生死的自由度，而猫咪相对的是单纯跟简单跟直接，所以通常他们会以出体的方式去抚平自己的疼痛。那像那个刚刚讲到那个，像他们的情绪都很当下那我觉得如果身为猫咪主人，有时候就是比方说，如果要很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然后他会不会有情绪？他会想念嘛？然后可以用心电感应给他，然后让他知道说就是让他安心之类的这种。当然可以，其实猫咪不是一个七情六欲很强烈的人，但是猫咪会因为你不在家，会有一个背景在后面，但是它见到你才会想起你不在，所以它是在当下生气。但是在这当下的前提之下，它也许会有一个习惯，如同要吃食物的时间的固定点，它觉得有习惯有一个人在身边，但是它只是背景。所以猫咪其实不会情绪化，但是猫咪很多时候，当它想要躲起来一个人很安静的时候，请你给它空间，因为它需要让它所有跟外星世界、外太空、宇宙世界感应的部分有一点空间，所以让它成为真正可以守护你、稳稳的守护猫，而让它自己的灵性永远都在一个可以跟它的灵魂来处接轨的状态。所以如果你们要出远门，请记得摸它这里，然后告诉它妈妈会移动到别的地方，我会再回来。简单易懂，不要邋里邋遢。我很想你哦，妈妈在那个地方，我很担心你要吃饭，抱歉，在他的眼里是我来照顾你耶，我不知道怎么吃吗？是我照顾你耶，你只是偶尔帮我铲屎哎，所以在他生命里简洁利落，他就懂了。想请问高龄，就是当我们要出远门，那我们跟猫咪说，我们3天后回来，它会听得懂吗？他不会懂，但是他会知道你指的不长的时间，他会用一种概算时间跟空间距离，就像是刚才举例的，他不会知道他的身体为什么叫过胖，因为对他而言，他的视野里你们都是更高大的，所以他有空间的大小尺寸，还有他们没有天数跟数字的概念。来，假设说我们要离开2周，那这种情况下是要把它送去猫咪旅馆好呢，还是要让它留在家里，然后偶尔请朋友来照顾它？首先，我知道人世间有很多的选择是开放性的，但如果以我认识猫咪的状态，猫咪它喜欢在原本的地方，因为会感觉有安全感。另外，猫咪也会觉得这个家是它守护的，你们出去它还有守护的能力。猫咪是非常重视自己可以给予的是不是让你们满意的状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们发脾气，它马上卧倒，就是因为
它就是不想要成为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一员，所以它是温柔的守护员。而它如果去到别人的家里，或是猫咪宠物医院，或者是猫咪的住宿的地方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用意念摸摸它的额头，告诉它你会再回来，是再回来这件事非常重要。你会回来需要它的照顾，这件事情对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守门员。那有时候像有一些猫咪它刻意要捣蛋，然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它们是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我觉得它是想要告诉你，你就是很需要我关注你啊，那我干脆直接让你关注就好啦。所以你以为他在捣蛋吸引你注意，可是事实上在他的心电感应的能量里，他觉得你就是需要他。它是非常傲慢的生物动物，在灵界里面，它是一个非常觉得自己强而有力，就是有办法把人类照顾得好好的。所以它只是告诉你，你是不是可以先休息放下？你现在需要我，你现在需要我，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你现在比较需要我。这是一个小骄傲的猫咪呢，好可爱的小猫咪。好了。今天关于猫猫的秘密，就是最后要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记得让猫猫可以保有跟你的心电感应，就是摸摸它的鼻梁，然后只要很单纯的告诉它我在，谢谢你在，它就会跟你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咯，谢谢，拜拜。拜拜，都是我在自言自语，真的。不会啊，你们要救我！对啊，我们有问问题啊。对啊。